乡里面。这应该算中国最偏远的地方之一了。那个白色的是啥？现在我们进入了这条动物景观大道，那这里就相当于是无人区了呗。刮到底盘了，也就是说，在这儿翻了车之后没有人救援。传说戎马乡就在一个大湖的边上，哎，他们的车真的不在了，挺特的嘛。电线杆确实好像就是到这儿就没有了。我们走迷路了嘛？哇塞，这个路真的也是绝了，车都偷散架了。哎呦，我也要散架了，要散架了。哎，慌了没有？我们可能真的走丢了。车也不在了，车也不在了，没信号。没信号。湖还在我们的右边。哎，出现村庄了，出现村庄了，高老师。啊？真的有村庄啊？他们的房子都那么矮吗？对啊，我们刚开始在低处，所以说没看到。我都绝望了，我说这哪有路啊？他们是在有个凹下面一点儿，所以说我们从下面开上去的时候，只看到这个塔了。我靠，这些房子是怎么冒出来的？哇，房子还挺多的。对啊，小白，你们到了。我听到声音了。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我都以为我们走丢了。你进到乡里面来了吗？看到了，终于看到房子了。我们现在在乡政府里面。我们以为我们跟丢了。欢迎你们到戎马乡。我们一直以为我们跟丢了。我们在看上坡，我说哪儿有城呢？然后康老师也在找，然后我看上去，那儿有个房子。今天是2024年10月27号，我终于到了戎马乡。这也是我10几年来一直想来的地方。虽然它太偏远了，但是我一直没忘记这个地方了。今天终于来了。好多狗啊，他们这儿。这个就是戎马乡乡政府国徽。知道为什么乡政府他们会有这样的钢筋把它全部封固好了吗？像一个笼子一样，是因为这里隔三差五的就有棕熊造访。昨天晚上又来了棕熊。2018年，戎马乡就开始陆续搬迁了。现在的乡政府大概还有2-3个工作人员，一到天黑，他们基本上是不出门的。就在几天以前，一只很大的棕熊又来到乡里面了，最后大家合力把它给抓住了，开车走了好久，把它给放归野外了。另外就是在几天以前，乡政府的一个女同志到牧区去给牧民看病，就在路上遇到了几十只成片的狼群。当时幸亏是开车，她自己都在说，如果是骑摩托车去的话，那可能就很危险了。大部分居民已经搬迁了，也能看出很多落败的房子没有人住。这个地方是最繁华的地方了，乡政府所在地的大院儿。半夜要上个厕所的话，估计要被棕熊给叼走哦。厕所在那儿呢。戎马在藏语里的意思就是红色的峡谷。自80年代戎马乡建乡以来，一直都是以放牛放羊的畜牧业为主。在这之前，这里没有牧民定居点。戎马乡旁边的伊布查卡是羌塘腹地一个非常古老的盐湖，面积接近100平方公里，绕湖一圈基本上是2个马拉松的距离。50年代以前，藏北的牧民赶着牲畜从很远的地方翻山越岭也要来到这里驮盐。这里一直是生活在藏北地区的牧民们最重要的取盐地。直到今天，戎马乡也没有通电，但是有太阳能，一到晚上经常都是处于没电的状态。2018年，为了生态保护，全乡开始移民搬迁，陆续都搬去了拉萨定居，只留下几十个人留守在这儿集体放牧。戎马乡变成了现在人去房空的场景。
现在我们去岩画的路上，因为去岩画的路很不好走，所以请朋友们在当地给我们联系了一个车，然后我们现在去看岩画。一只手都数不过来这么多人。野驴在跟我们一起跑。对，野驴。哎，还有一只园羚，藏园羚。我看来的时候好多藏羚羊、藏园羚。哇哇哇！幸好没开那个车啊！哎呀！藏北地区的岩画第一次被人记录是在1903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他的书中提到的。当时他说，在西藏北部的山谷里面发现了一块石头上刻着猎人追逐羚羊的画面，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藏北地区的岩画才陆续被大量发现。我们现在正在去看岩画的路上，这个地方地处羌塘腹地。哇，这是什么？这是挡风的这个是。挡风了。放羊人哦。哇，厉害！哎，看这有个树。哇，这有个牛。看到了，上面有个牛。对，看见了。牦牛，而且是牦牛的。这个是角嘛？对。这个是牛吗？哦，藏文字。这里还有一个，这是感觉像牛，但是看不出来。但这个是文字。对。这个是个海螺嘛？这里是个牛，这个是牛头，野牦牛。一个人牵着。中间是一个，哎，确实是像一个小人一样。这个太清楚了，这个牛。这个是羊，这个是羊，这个很明显，盘羊。这个是盘羊，大脚的盘羊。这个也是，这几只都是盘羊。啊，这个好清楚啊！这是一个人，他牵了一头牛，看到了吗？然后呢，旁边还有一头野牦牛，这个很大呀，大很多。也许就是这个放牛的人，然后在放牛的时候，在这儿画下来的。有可能是一个人拿着一把弓箭，然后这里是一头野牦牛，牛角在这里。然后呢，这个人射中了这只野牦牛，这把弓箭插在了牛背上，然后这里还有一只狗，太神奇了！一个小人，然后用牵着一头牛，这是什么？是一只狗，应该是一只狗。然后后面还有一头狼在追，耳朵里头。太不可思议了。这个就是牛，野牦牛。我们查了一下资料，就这个资料基本上记载的说的是，经过鉴定，大概是在3000年以前的这些岩画是3000年以前的，也就是说证明了这个地方传统意义上的无人区在3000年以前已经有人类在这儿活动了。岩画的位置大概是在戎马乡几公里外的嘉陵山上，所以这一片岩画的区域也被称为嘉陵岩画。但是4700米的海拔在这儿走起来还是有点具体的。几千年前在这儿游牧的人用坚硬的石头直接在这些散落的火成岩上敲，形成了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码点。没有人告诉你的话，基本上在这儿很难发现散落在这些地表石头上有那么漂亮的岩画。大多数的这些岩画所表达的内容基本都是游牧的生活，所以专家推测这些岩画属于羌塘地区最早期的岩画。其实我觉得3000年前和现在相比，自然环境应该变化不大，也许这个错水位多一点，也许少一点，但是不变的就是荒凉、寒冷、干燥，空气稀薄。不过戎马乡除了岩画，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山谷。在这个红色的山谷里面有一个温泉，这个水温大概有60-70度，这些石柱在渗透着温泉，这是它们的泉眼，一直在那儿喷，好多野生动物都汇聚在这个地方。
他们要在这里喝水。不了。接地不当，同样一个原因。说我们到达目的地可能缺82%的人。他们的电车回不去呀。